我跟你们说，我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回答都一样，我们都很后悔。我们后悔的是，我们应该要更早做雷射手术，尤其是潜水的，你们一定要赶快去做雷射，永远不用再思考隐形眼镜，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爽的事情。嗨，大家好，我是Celine。今天的影片呢还蛮特别的，我们不聊旅行，也不聊摄影。今天想要来聊一个，我觉得身为户外人，今年做的一个非常重大决定，就是我做了眼睛的雷射手术。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一点，想问你们，就是你们有发现我从今年初开始就没有再带放大片了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做雷射手术算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怕我不带放大片之后，大家就认不出我了，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根本没有发现的话，那就代表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我其实根本有没有带放大片都没有差。今年过年那段时间呢，我其实做了眼睛的雷射手术，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做这个眼睛雷射手术的整个心路历程，包含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然后我做了什么样的手术，跟整个检查跟手术的过程，还有现在的恢复状况，跟我有没有后悔这个决定，都会在影片里面告诉大家。所以如果一直有在观望，不知道要不要做雷射的你，看完影片一定会对你有帮助。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咯。迎接全新的清楚的世界。好，下个时候见。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眼睛的状况。先说我的雷射影片，其实会跟大家的经验有点不一样，因为我的眼睛呢，其实有极大的视差，左眼是近视，右眼是远视，两眼差了大约600度。医生当时给我的建议是，左眼近视眼做 Smile Pro 的手术，右眼的远视眼做 LASIK。所以说，如果你刚好有远视的问题，或者是你不知道你要做哪一种手术的话，我会2种都帮你体验，然后跟你们分享。应该很少人会有这种经验的吧？那有些观众可能甚至不知道我有近视，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看过我戴过眼镜。因为我前面有讲到，我有双眼视差600度嘛。如果我戴真正的眼镜，其实会觉得就是头很晕。所以我常年下来，从高中开始，应该超过15年了，每天都戴放大片，因为要漂亮，所以戴放大片超过15个小时。我其实一直都知道这样对眼睛很不健康，然后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去做雷射手术，这个对户外的人来说真的超级方便。但我其实跟大部分的人一样，对于眼睛要动手术还是会有一点怕怕的。然后再来就是你会觉得说啊，这10几年下来戴隐形眼镜好像也过得去，好像不用做什么很大的改变。再来心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somehow有点依赖我的放大片。有一些女生就是不是会如果没有化妆会没有自信，不敢出门吗？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放大片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化妆品。我会觉得如果没有放大片，好像是一个超级爆炸素颜，然后大家会觉得我好没有精神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容貌焦虑算是一个主因，然后我又在帮自己找了其他借口，就一直不去做这件事情。那就在去年底的时候，我突然下定决心要做这个改变，是因为我觉得我这1-2年有明显的感觉到我眼周的那个分泌物变得有点多，然后动不动就会有很多眼屎，然后结膜炎，然后朋友总是会跟我说，你眼睛怎么那么红？你是不是很累？我是一直到去年的年底才终于意识到说，我现在才30出头，就这样子，那年纪大了之后怎么办？对，所以我就想说，不然还是去做个检查好了，反正检查也不代表一定要做。对，于是呢，我就踏入了台北的晨晶眼科。那现在就带大家回到半年前，跟你们分享我整个检查跟手术的过程。现在呢，终于要去做我第1次的雷射手术的检查。为什么说终于呢？是因为我其实2-3个月前就很想要安排这个检查，但是诊所那边跟我说，就是要做检查的话，需要停戴隐形眼镜1个礼拜的时间。对，然后我就是要么卡拍摄，要么卡其他工作，就是我真的排不出1个礼拜可以不戴隐形眼镜。对，我相信也是可能会是很多人的问题啦。对，所以我就是好不容易安排到了
年底的时间，然后等一下才终于要去给医生做检查，还是要看看我的眼睛到底就是有没有适合做这个手术吧。每个人状况还是会有点不一样。然后今天也是少数的没有开车出门，对，因为诊所特别提醒说，做完检查之后大概有6到8小时的时间，眼睛会是比较模糊的状态，所以会比较危险。这一次来做雷射的是这间澄清眼科，然后位置就在台北车站的斜对面，对，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手术房，对，这个就是手术房。反正就是到时候是在里面做，但是因为现在里面没有人，所以可以看得进去。其实今天的检查差不多需要3个小时，2、3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做几个检查？像这样的仪器，总共有22项。22项，那现在才第2项我就哭了。3项开始你就习惯了，好傻眼的。So I sold my gold and I never look back. Ain't no future living in the past. OK， 你在这里等一下哦。好，就是因为点了这个，所以今天6到8小时会看不清楚嘛？没错，因为我刚刚帮你点散瞳。散瞳就是我的瞳孔会放大，所以会看到亮的会比较不舒服，这样。就这样闭着5分钟哦。这个是做什么的？干眼测试。你就这样闭着休息一下 ，OK？ 看我会不会有没有干眼的问题，这样。没错。好。It's a beautiful wasteland. 这个地方要够厚才可以做角膜的手术，对，没错。目前你的角膜厚度还蛮厚的，已经可以做到差不多1000度左右，所以都没什么问题。OK。我的瞳孔大小跟角膜厚度都是通过的，通过。然后度数远视和近视还有散光都可以被矫正。好，我刚从诊间出来，松了一口气。对，因为医生说我是可以做的，只是说我的状况比较复杂，就是因为我是左边近视、右边远视，然后都带一点散光。但是我原本这次主要想要做的那个 SMILE 的那个技术啊，是只能处理近视的问题，所以我其实变成说2只眼睛要动不同的手术。那我们就几个礼拜或是1、2个月后见，到时候就是进这一间手术室了。好的，时间现在过了差不多2个月左右，我终于要去做雷射手术了。那这几天其实我有先在 IG 上就是收集一些网友对于雷射手术的问题，对，然后也会在今天抽空或者是在访问医生来回答大家。那首先一个是有些人问说，雷射前需要准备什么？基本上其实就是好好的休息，就是像我已经停大概7天的隐形眼镜，然后也大概连续1个月，就是每天都有点这个人工泪液，就是因为听说呢，你做完手术之后眼睛会比较容易干，所以医生是希望你在手术前可以先把眼睛保养到一个比较好的样子。还有手术当天呢，千万不要自己去，因为你结束之后呢是一定会看不清楚，但不确定多久。所以是绝对不能开车的，所以今天有帅气的工具人可以陪我。先请院方的人跟我讲解一下，我左眼要做的这个 SMILE 跟右眼要做的这个 LASIK 到底是要对我的眼睛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嘉欣它的度数一眼是远视，一眼是近视。那以 SMILE 系列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远视眼的部分，所以我们才会在远视眼的部分去做 LASIK 的这个手术。那 LASIK 的手术它就是先办的，就是我们先把角膜先切一部分的伤口，然后把它掀起来，然后露出第3层，打我们要的雷射，打我们要的度数。那 SMILE 的话，它就比较不一样。SMILE 的话，
话，它就是在这个角膜的地方2到4 mm 的伤口，但是我们这边的医师只做2 mm，然后从这边打雷射进去，跟把一部分的角膜组织抽取出来，所以他们的雷射原理是不同的。所以它等于说这个是切一个小洞，没错，这个是切一个小洞，然后我们不管是从雷射也好，或者是取透镜也好，从头到尾都只会从这个小洞去进行。这个的话，如果以 Smile 的话是23秒，但是因为嘉欣做的是 Pro， 所以是8到10秒钟。哦，因为是 Pro 2.0。对，没错。那 LASIK 呢 ？LASIK 的话，它就是会随着度数的深浅去一发一发的打。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会痛吗？痛的话，不管是 Smile 或是 LASIK， 他们都不太会痛，他们顶多就是会有一点异物感。对，那手术过程中我们也会点麻药，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感觉。OK， 是的，太好了。对，我帮粉丝问，我自己也有点紧张，不用太担心，这个倒是还好。对。那也有人问说，就是这2个手术的话，像散光也是可以解决的吗？散光的话都可以解决，只是越高度的散光其实会是做 LASIK 会是比较建议的。哦，对。那老花眼也是做一样的事情吗？老花眼的话都会是用 LASIK 的方式去做。现在新型的 LBB 就是裸视美老花雷射，它打入了球面相差，让我们看东西会有景深，所以我们会变成一只眼睛看远中，一只眼睛看中近这样子。左眼是 Smile， 然后右是它的恢复期是1个礼拜嘛，然后右眼是 LASIK 是2个礼拜。保险起见，我就是2只都休养2个礼拜，这样是最好的。对，然后就是来做的话，就会拿到一个术后包，然后这边都是眼药水，它会有附给你就是一般的护目镜跟睡觉戴的透明眼罩，没错，然后跟那个太阳眼镜，准备迎接全新的清楚的世界。好，下个时候见。这个是我的角膜，它帮我染成紫色了。我跟你说，我刚刚超爆紧张的。是哦。对，因为我一眼做 Smile 嘛，然后两只眼睛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 Smile 做完之后，你会有一小段时间就是眼睛是空白，就是白的。虽然有点心理准备，可是你真的遇到那个状态下，还是会觉得超紧张。所以我觉得前面都很穷，医生其实也给你一种安心的感觉。对，就是他们也是，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确认过很多次数值干嘛的，就是很专业，然后一直跟你说没事的，没事的。对。然后我前面都没事，然后换右眼的时候，反正我右眼是做 LASIK 嘛，就是反正换了2台机器。对。然后我不知道，因为我右眼远视就是本来就有点问题，然后他就看到一个绿色的点，可是我眼前全部都红色的。我想说，他就一直说有看到绿色的点吗？有一点点，可是我面前都是红色的。其实我左眼很顺利，但是我的右眼就是有一点不听话，然后我觉得医生就是说你这样子紧张对我的手术没有帮助哦，这样。其实我是看得到的，只是一点点微模糊，但是眼睛是觉得蛮酸的，就是其实不会因为扎开了那么久，就是疲劳，对，疲劳。走吧，顺利，回去休息。现在是我做完雷射手术，差不多才刚过了1个小时。我跟你们说，眼睛蛮不舒服的，因为我几乎是张不太开的，有一种那个旁边有烟一直在熏，一直在直吹你的眼睛的感觉，所以眼睛觉得很刺激。希望等一下会好。其实回想起来，手术那天真的是蛮紧张、蛮不舒服的，但是大概就半天的时间，隔天就好多了。在那之后到现在，从来没有戴过隐形眼镜，都还可以漂漂亮亮的拍影片给你们看，超爽。那我在做手术的前一天，其实有在 IG 上做了一个 Q&A， 让大家问关于雷射手术的问题，包含恢复期多久，还有会不会影响后续户外活动等等。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医生的回答，还有我个人的感受。对，你说。粉丝问一些关于雷射手术的问题。对啊。就是第一个是因为我现在还是有点小模糊嘛，那这个状况大概什么时候会结束？在手术的前面3天的话，眼睛因为刚手术完，会有一点点发炎，一点点肿。对。我们等它那个消肿之后，
你的锐利度就会慢慢上升。我自己的感受呢，其实是比3天更快，因为我左眼是做近视的 Smile Pro 嘛，其实我在术后的隔天我就觉得看得很清楚了，但右眼的状况就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做的是远视的 LASIK 手术嘛，那我的右眼其实一直到术后的1周后都状况有点不稳定，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一点点的小近视，大约100度左右，所以当我把左眼就是遮住的时候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模糊，但是完全就是2只眼睛都打开的状况下，其实我是看得非常清楚的。那我原本也是有一点担心，有去问医生，也有同时上网做过比对之后才知道呢，其实远视手术它其实执行上比较复杂一点，那要在手术中调到比较精确的度数会比较困难，因为在手术的3到6个月内有度数变化，对于远视手术来说都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医生是告诉我说，我现在要马上再做一个雷射，把我的右眼的小近视处理掉也 OK， 可是有可能它在3到6个月后还是会有些变化，所以医生的建议是再观察一下。而且因为我现在打开双眼的状况下，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完全不会有之前那样子也有头晕的问题。那就等到我真的有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再去做调整。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要处理远视的话，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的眼睛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稳定，但是近视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整体的视力恢复状况算是还蛮稳定的，就是我一直到现在双眼睁开的状况下都可以看到1.5的距离。但其他生活一切正常的嘛？我为什么可以运动啊 ？OK。手术完的这个差不多，我们是限制2个礼拜内啦，就是希望是完全就是不要碰到脏水的。对。其实女生会比较爱美，她们可能会想要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化妆？对。基本上我们会比较严格一点，我们通常前面1个礼拜，我们都会希望是不要把妆弄到眼睛里面去的。对。那可能每个人恢复状况不一样。好，那如果1个礼拜之后，我们觉得比较稳定，是有可能提早的，但是大部分我们都还是限制跟水一样，对，就是压2个礼拜。2个礼拜。对啊。我先说，医生会回答2周，是因为呢，我有其中1只眼睛是做 LASIK 嘛，那因为它的伤口比较大，需要把角膜这个掀起来。如果你2眼都是做 Smile Pro 的话，整体的恢复时间其实是1周而已，因为它没有把你的角膜掀开，只是割一个小洞。比较麻烦的对我来说是洗澡跟洗脸。那洗澡的话呢，就会直接把我在潜水带那种面镜戴起来，就可以确保我的眼睛是绝对不会进水的状况。那洗脸的话呢，就会比较痛苦，你只能用擦的，因为那些生水确实有可能让眼睛有感染。保养品还是可以擦，但就是眼周的部分会需要避开。但是睡觉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眼睛贴起来，就是以免当你翻身的时候会压到眼睛。那这些东西其实诊所都会直接提供给你，还蛮贴心的，基本上不太需要准备什么。除了洗澡、洗脸跟睡觉前后之外的时间，我觉得还好，因为你就是一定要戴着护目镜而已。那甚至如果你出门，你想要把它换成那种你知道镜片很大的墨镜也是 OK 的，因为它主要其实就是保护你的眼睛不会进灰尘。个人建议就是术后还是要请假个至少3天比较保险，因为像我是视力恢复只要1天，可是每个人状况会不一因为大家早安，我其实原本想说回诊的时候再来更新一下近况，但是我觉得我实在是太搞笑了，因为现在准备要洗澡洗头，然后就听医生说的戴一个面镜，这样就确定不会进水了。我现在眼睛的状况其实已经蛮好的，就是我乖乖点要睡。昨天回到家就除了休息跟吃饭之外，就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左眼现在已经看清楚了，但右眼还是有一点点模糊的，跟医生说的一样，有点水雾感。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感觉很棒。再来的问题呢，真的非常可爱。请问一下，我的粉丝到底有多喜欢潜水？超级多人问说，请问雷射过后多久可以潜水、登山、跳伞，就是健身各种运动？你们真的有那么爱运动哦？那不管是海或游泳池里面都会有一些微生物，对，寄生虫，所以通常我们会抓1个月。OK。对，1个月后才可以去，比如说泡温泉啊，或是浮潜啊，或是游泳池。那像大飞机之类的，或者是因为像我有粉丝问说，如果想要高空跳伞之类的，有一些眼睛可能会受到比较不同的压力的活动，大概也是建议多久？基本上不会影响眼睛啦。OK。说实在的是不会。OK。那最怕应该是撞击，有些人在练那个什么自由搏击嘛，
然后或是拳击有氧，拳击有氧应该是还好，是不会，但是可能在跟教练对打的时候，如果有可能会碰撞眼睛的话，最好不要。尽量就是如果要做什么比较剧烈的活动，都是2礼拜之后。对，因为我觉得有护目镜拿下来，很多事情好做啦，不然的话前面都有点不太方便。当时候我的雷射手术完的下一趟旅行就是要去澳洲跳伞跟潜水，非常的硬。但我当时候在买机票的时候还算蛮乖的，就是我有确保自己在可以持续每周去回诊1个月的时间。那在最后一次回诊的时候，也有特别跟医生确认我眼睛的状况稳不稳定，能不能够从事潜水跟跳伞这类活动。他当时候都说可以。那我确实在澳洲也是跳了很多次的伞，潜了很多次的水，眼睛完全没有不舒服。而且我跟你们说，尤其是潜水的，你们一定要赶快去做雷射。之前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困扰是说，潜水到底能不能戴隐形眼镜？虽然说我们面镜有封住，可是还是会有进水的可能。那你眼睛里面只要隐形眼镜再碰到海水，就是会红一整天，真的对眼睛很不好。主要是因为如果不戴隐形眼镜的话，你就要去准备那种有度数的面镜，它就会比较贵，需要客制化。那你在外面基本上也租不到，我就觉得很麻烦。再来就是有些人喜欢玩美人鱼嘛，然后喜欢玩无面镜，无面镜人也千万不要戴隐形眼镜，你真的会对眼睛非常的不好。所以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就是下水看得清楚，然后不会有眼睛感染的问题。赞。总之，爱潜水的朋友，只要忍耐1个月之后，你的潜水之旅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其他运动就像医生说的，基本上2个礼拜，那大家要自己去评估自己的风险，不要撞到眼睛。那这个 Q&A 开下来，被问最多次的问题其实是后续会不会有干眼症的问题。手术前其实我们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就是你的干眼的等级。对。那当然是有一些人是眼睛实在是过干了，我们会让他说，先治疗干眼再手术，都有配合我们术前已经有跟你说的指示，基本上会感受到干的感觉的机会其实蛮低的。关于干眼的问题，我现在目前雷射完已经4个月了，我觉得好非常多，因为像我在雷射之前，大约是每天晚上8、9点，我就开始觉得眼睛很干，因为我就是一整天都戴隐形眼镜嘛。但做完雷射之后呢，一直到现在，除非我有熬夜或真的盯着电脑很久，不然我没事不会觉得眼睛很干或不舒服。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比之前好非常多，但是我其实还是有被医生念，就是眼睛偏干，建议大家还是要准时点眼药水，后续才不容易有干眼的问题。那最后是对生活有什么影响跟会不会后悔？我跟你们说，我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回答都一样，我们都很后悔。我们后悔的是，我们应该要更早做雷射手术。除了刚刚有提过，就是潜水不用再怕被感染之外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差别最大的就是我再也不需要在准备行李的时候在那边算说这次的隐形眼镜够不够，真的是一个天差地别的转变。以前搭飞机的时候也很常会觉得眼睛很干，因为隐形眼镜的关系。野营或是爬山的时候，你会睡在那种没有水源的地方吗？要拆隐形眼镜、戴隐形眼镜都超级麻烦，因为你怕你手脏，然后你又不可能拿那个吸水去洗手，你一定要用你知道珍贵的矿泉水来洗手，你才敢去摸眼睛。我以前其实觉得说，只是每天多花一点时间应该还好吧，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永远不用再思考隐形眼镜，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爽的事情。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就是你觉得隐形眼镜你戴得很习惯，不需要改变的人，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等到你改变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应该要早点做，我是认真的。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有一点容貌焦虑，你觉得你的人生一定需要放大片的话呢？我告诉你，如果你也没有发现我其实已经不戴放大片很久的话，95%以上的人都不会发现你没有戴放大片。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原本担心太多，然后现在发现，其实身边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我有没有戴放大片。就我居然为了这么小不拉几的一件事情去阻止了我这么重要的改变，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要尝试一下雷射。好的，我这一次的眼睛雷射手术的经验分享还有 Q&A 时间就到这边结束。其实我当时还有收到更多的问题，像是远视或闪光能不能做雷射之类的，其实理论上都可以。像我自己也是远视嘛，只要你去做检查之后呢，医生会根据你的个人状况，然后包括你的角膜厚度够不够厚之类的，会去推荐适合你的疗程，或甚至有人他会跟你说，如果你角膜太薄，他会告诉你不建议你做，因为医生会希望帮你预留，你到时候如果有老花眼的话，能去做雷射的扣打。
那如果你角膜太薄，现在就开始做的话，有可能到时候是不能做了之类的。所以只要是对于雷射手术有兴趣的朋友，统一建议直接去做检查。那我这一次选的台北诚信眼科，我觉得从检查到咨询、手术、术后的回诊，跟就是他们的服务，我觉得整体都非常的完整。然后何医生也让我觉得非常的专业，然后很温柔，让我很安心。我自己私心会建议说，你可以找离你家比较近的，就是北部的人就选台北的，因为我觉得后续的复诊是真的很重要，所以就推荐诚信眼科给住在台北的朋友。关于后续的价格，我会把他们的 IG 跟官网都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再去诚信眼科做咨询。影片最后就是你们都知道的，喜欢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一个喜欢，那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对于眼睛雷射手术有兴趣的朋友，然后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对于眼睛的雷射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会想办法回答你。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